你記住晚飯5日就餓治百病。點解啊？肚餓都唔可以食，唔通要勒緊肚皮啊？我哋以前有2餐啫，朝頭早8點，晚上4點。咁7、8點冇吔飯噶啦？冇啊，冇得吔噶啦。想問下大家，你有冇食晚飯嘅習慣嘅呢？你認為食晚飯健康定係唔食晚飯健康呢？呢個話題一直都有爭議。有人認為晚飯肯定要食嘅啦，一日3餐係要有規律噶嘛。成晚流長唔食晚飯嘅話，邊個頂得順至得㗎？係咪？亦都有啲養生嘅人認為晚飯可以唔食嘅，因為咁樣先會更加健康咁話。加上古人話齋，晚飯不吃，餓治百病。咁點解古人會咁講呢？呢個係同古人嘅生活方式有關。你知啦，以前啲人都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噶嘛。一般淨係食早上朝頭早8點嗰餐，同埋晏晝4點嗰餐。呢個就係以前嘅人講嘅朝8晚4啦。咁點解冇夜晚嗰餐嘅？對於佢哋嚟講，晏晝4點嗰餐就叫晚餐噶啦。平時除咗耕田種地之外，亦都冇咩其他嘅娛樂活動，一入夜就瞓覺，好早瞓。咁瞓着咗自然唔覺得肚餓噶啦，所以佢哋認為唔食晚飯係好正常嘅事。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有個古仔，話說明朝永樂皇帝朱棣有個心腹大臣叫胡廣，佢係一個文人雅士嚟嘅。佢最大嘅特點係守到秘密唔八卦，所以朱棣好中意佢，好信任佢。但係同時亦都睇唔慣佢日日喺度食晚飯。你知啦，喺古時候一個人經常食晚飯係唔好噶嘛，甚至會被視為係放蕩。但係呢個胡廣就解釋話啦，因為自己長期有病，身體虛弱，要少食多餐，所以一定要食晚飯。咁朱棣亦都原諒咗佢。不過後嚟胡廣做咗翰林學士之後，佢嘅晚飯食得越嚟越豐盛，越嚟越多，唔單止身體冇強壯起身，反而病痛仲越嚟越多。咁喺佢37歲嘅時候就已經賣咗鹹鴨蛋啦。喺古代中醫仲有過午不食嘅講法，咁呢個午指嘅係中午11點至到下午1點，過咗下午1點之後就唔會再進食啦。一嚟為咗提倡節約糧食，二嚟為咗養生咁話。古人係好睇重唔食晚飯呢個規矩嘅，食咗晚飯有可能連科舉試都參加唔到，甚至有可能係老婆都娶唔到咁話。所以民間就傳言話晚餐不食，餓治百病啦。點解後尾又會興咗吔晚飯嘅呢？呢個係喺新中國成立之後，蘇聯有位專家提出1日3餐先至合理嘅，話如果每日將啲食物堆埋喺中午嚟食，就會損害腸胃咁話。咁點食呢？遵循3-4-3嘅原則，即係話早上食全日糧食嘅30%，中午又食全日糧食嘅40%，而到咗晚上又食翻30%咁話，咁樣先係叫做營養又科學。咁喺當時嚟講，蘇聯專家嘅號召相當於聖旨咁嘅，咁大家響應號召，開始齊食晚飯咯。不過有啲農民都唔受呢一套嘅，喂，我慣咗一日食2餐嘅，一直都係咁過嚟噶啦。忽然之間你要我食多餐，我肯定唔制啦，係咪？咁蘇聯專家就好嬲啦。到咗1959年嘅時候，中國農村有咗人民公社之後，咁啲專家就諗咗條屎橋出嚟咯，免費請農民食霸王餐，1日3餐都係免費嘅，任食唔嬲。喂，有得食唔食，罪大惡極啊嘛，唔使錢嘅，唔食就笨啦，所以大家都開始食七禁食。但係日日咁食都唔係辦法噶，江山都俾佢食崩啦，老百姓仲食到周身病痛。點解呢？因為忽然之間暴飲暴食啊嘛，哇！呢一下慘慘豬啦，老百姓唔單止將所有嘅儲備糧食都食晒，仲要搞到周身病痛，之後一餓就餓咗3年，用咗3年時間先至可以度過呢個糧食嘅困難時期啊！但係當時候嘅老百姓已經習慣咗1日3餐啦，尤其係晚飯一定要食。後嚟喺改革開放之後，嗰啲飯館開得越嚟越多，夜晚就最好生意。咁自此以後，大家就慢慢養成咗1日3餐要食晚飯嘅習慣啦。咁係咪話晚餐不食餓治百病咁神奇呢？其實好多人理解錯咗呢句說話嘅意思。餓治百病唔係話直頭唔好食飯，挨住肚餓咁樣瞓覺，唔係咁解，係要限制糧食嘅攝入量，唔好暴飲暴食。咁要點食呢？我哋經常咪咁講嘅，早上食得似平民，中午食得似皇帝，晚上食得似乞兒。
咁早餐係一定要食嘅，晚上就要食少啲啦，保持一個飢餓嘅狀態。因為人嘅新陳代謝係從凌晨嘅4點至到第二日下午嘅4點，到咗晚上嘅時候，人嘅新陳代謝就開始下降噶啦。咁所以就要食少啲，食得似乞兒啦。唔係嘅話，人體就會將嗰啲廢物變成脂肪噶啦。咁你知啦，依家啲人啲生活習慣，早餐可能唔食嘅，中午嗰餐又求其咁食，咁到咗晚上嗰餐又好豐盛，開始暴飲暴食啦，又少運動，咁樣對身體自然唔係咁好啦。咁喺乜嘢情況之下先至唔食晚上嗰餐呢？嗱，譬如話中午食得太飽，又或者過咗午飯先嚟食，食得太晏，晚上已經食唔落啦，又或者係嚴重肥胖，要節食減肥，咁樣嘅情況下就可以唔食晚上嗰餐啦。所以話人係鐵，飯係鋼，日晚飯唔可係 A 百變個。冇錯啦，想要身體健康，每餐食7分飽就夠啦。均衡飲食，多啲食水果蔬菜，根據唔同嘅體質嚟決定食唔食呢一餐晚飯，咁樣身體先會健康噶嘛，係咪？咁到最後，阿婆話要問下你，你一日有幾多餐？有冇有晚飯？有冇有宵夜？留個言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